快来看一下厨房的油烟机着火了，用灭火器灭的火。再去看一下油烟机，油烟机拆下来了，看一下怎么着的火。客户说油烟机里面砰的一声，然后就跳闸了，然后就着起火来了。这线都烧什么样了？看一下，呀，你看这个线烧的，线都烧的漏铜丝了，铜丝短路导致的跳闸。但是仔细一看，它这个地线烧秃噜皮了，在这个位置地线烧秃噜皮了。通过现象来分析原因，地线烧秃噜皮应该是地线发热，地线发热是地线有电流，电流大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油烟机漏电电流大，也会造成地线发热。但是除了油烟机漏电，还有其他原因吗？或者说有别的电流通过它的地线对地放电，对外壳放电。这个外壳是挂在墙上的，如果是墙是接地的话，也有可能。现在就这种现象没法分析什么原因造成的，还得去屋里看一下。先看一下这个插座，拿出我的测电笔，要测一下电压。我是直接先测量插座的地线电压，看看地线带不带电，0伏还不带电，火线带电正常，线接的也都没错。现在是测哪好就不太好找原因，像这种测哪正常都不太好分析原因。正当我迷惑的时候，他们说厨房的燃气热水器也出现过地线发热的情况，几个月以前出现过一次，插上插头掐的地线带电电流40多安，线都发烫了，怀疑是有电对天然气管道放电。当然现在测没有，现在都正常。因为地线带电，他们把地线给掐了，结果今天又发生了油烟机着火。所以它这个很蹊跷，都是厨房电器。看一下出风管道，他们说这是火烧的熏的，它的吊顶是铝扣板，金属的，用电笔一测，上面带了14伏的电压。这个电压是从哪来的呢？这又说明什么呢？这么个小电压不至于对油烟机外壳放电，对地线放电，烧地线。虽然它的管道是导电的，铝箔。现在就是不断的怀疑原因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油烟机管道连着吊顶，吊顶是金属的，然后那里还有燃气热水器管道，但是测量燃气热水器它的金属它是不带电的，和吊顶没有连接。那管道上天棚这个14伏的电是从哪来的呢？我测的这个通风管铝箔的钢圈上是有电，然后吊顶这个铝扣板上也带电，吊顶上面的吊筋上也带电，怀疑是楼上的电漏电。这个好办，只需要拉掉他们家的电闸就可以了，直接拉掉灯电路的电闸，看一下。大照明以后没了。那这个吊筋是不是打到灯线了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它这个灯是 LED 灯， LED 灯外壳都带一个感应电，它对这个吊顶在放电，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单独关掉厨房的灯，这个电就没了。像这种情况，如果吊筋这个吊顶接地好的话，这个电也会放掉的，但是它这个接地不是太好，所以这个灯上的感应电没对地放掉。我觉得可以排除是灯电路的原因导致的烧油烟机。所以我在想，几个月以前这个燃气热水器地线发热的现象，是不是也是地线不好，或者是地线对燃气管道放电导致的呢？和今天烧那个油烟机有关系吗？然后当时时间持续很短，他们说呜呜的声音，然后马上就拔下来了，发现地线都变软了。把地线掐了以后，再也没出现这样的现象。还有，如果是怀疑油烟机打到线了，没有，它没有，里面没有线，所以在表面上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最后再去看一下他家里的配电箱，配电箱有空开有漏保，有漏保也就是说电器如果有漏电，接地足够好，那它就会跳漏保。配电箱打开了，看一下它的接线
零线、火线、地线都有。这个配电箱你们拆开过吗？拆开过，当时在这测电压来的。测电压动过别的吗？没动过别的，接线都没有。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，就是他后来就是空调那个厂家来动它，不是厂家，就是那个我们测的时候说是这个地线和零线接反了呗。房主说头几年空调是好使的，但突然有一天不好使了，是自从掐断这个燃气热水器地线以后，它发热嘛，所以掐断了，然后空调就不好使了。然后修空调的师傅把零线和地线导一下，空调就正常了。这段时间空调是拉下来的，也没用。哎，他这个地线没往上压，他们说好像是说了什么地线打火，反正现在谁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这个地线为什么没压上呢？测量地线不带电，测量这个地线也不带电，因为很多电器都已经拔掉了。他们说空调的地线导过以后，空调是好使的。然后这段时间这个闸好像都没送电，为什么又出现了油烟机着火的现象呢？很蹊跷。这些电压他们都测过了，很正常。零火电压、零地电压、火地电压都是正常范围之内，都很好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想，你看啊，做水电的师傅能把零地线给它接混了，再看它这个主线3根线的颜色一样，它会不会也会接错呢？把零地线接反呢？接错的可能性有吗？现在只是假设，有没有必要去看一下呢？那还是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地线，去楼下的电表箱看一下，大晚上的还得麻烦物业的师傅看一下下边电表箱电闸的位置接的，是这种电缆线，他们家里边却是3根一样的线，这是后来改过的线路啊。那就把零火线拆掉一根零线，零线带感应电70多伏，现在再去家里测量，这个线带70多伏，那不正常。应该说拆掉零线，他们家的电路都没有电呀，用不了电。这根线还带了个13伏的电压，但是用万用表测量，它的电压还是有的，220伏。你看他们家的灯还正常亮，所以现在的零火线其实是火线和地线的电压，它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反的，这个才是零线，它做了接地，接着了地线排。再确定一下，我掐的它的地线的电流6安多，是因为它插了一个烧水壶，所以说它接错线了，确定是接错线了。这样我就把零线和地线给它导一下。以前我修过零线和地线接反的现象，有的都用了很多年，结果后来不断的烧东西，才发现零线和地线接反了。好了，导过来了，这样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导了线之后，发现他们家的灯都比以前亮了很多，但是线路接错导致的烧油烟机吗？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是零地接反会对电器是有影响的，有的会烧坏电器，所以它这个故障我也只能检测到这里了。水平有限，还请各位多多指点。我先撤了，大半夜的赶紧回家。哎呦，中了个大奖！孙二娘的包子铺今天让我来修电路。二娘的店刚开张，她的包子大又香，可二娘说她很受伤。你看，开灯又闪，还有蒸包的蒸笼都电手，一碰直接麻到胳膊肘，很明显它是带电的。更神奇的是，拉掉电闸断了电，电人的现象依然会出现。啥原因呢？他们自己也说修过了没修好，才让我过来把故障找一找。这个黑线是蒸笼的地线，地线带个感应电，地线应该接地线。为什么地线会带电？那很可能是接地没接好。所以说我说它这个原因很好找，就是接地没接好。那就找一下它的地线，这个应该就是地线，插座的地线连在了配电箱外壳。不知道这个地线好不好，电笔一测就知晓，应该是0伏217。幸亏我没用手去碰，不然的话这个电也能要人命。真是不测不知道，一测吓一跳呀！
地线带200多伏。他们说这是前一个师傅换的新电闸，又重新接的线，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没发现。来看一下地线为什么会带电，电比测火线220，测地线插座这个地方都带电。就这种现象，据我判断应该是零火线碰在了一起，也就是火线在线管里对地线漏电，断电，拆线，确定零火地3根线不带电，测漏电，火线对地线，很明显是漏电。再看，就是漏电。二娘说不是所有的电器都电手，所以我怀疑他后来改的插座连地线都没有。看一下这个电饭锅的插座，没地线，反而没地线的不电手。这些插座都是从下边接上来的。那这个插座地线有没有？看一下，这个插座有地线，但是它往后往上的插座都没有地线，也就是说以前改电的师傅地线都没给下，所以这个插座再往前到这个插座之间线路是有问题的，它中间还有一个插座，打开看一下。您看清了没有？火线和地线的线皮都化了，粘在了一起，铜线也碰在了一起，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。找到原因了，这就是线头虚接，电流一大开始虚接发热，直接把线皮给烫化了，发生了短路。这个只需要把线重新给它接一下就可以了。当时做电路的师傅是用的这种插头，这种快插，就是它受不了太大功率的东西，会容易虚接发热。这样我把电路再重新给它接一下，原来走这个明线没什么用，也给它撤掉，恢复原来的电路。为什么它原来它有漏电保护器，为什么没跳呢？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好的，是因为没有地线。它没有地线，它虽然是漏电的，但是它没有地线。地线它没对地形成回路，所以虽然它是个地线，但是这个地线没接地，没和大地通，所以漏保也不会跳。这就是为什么地线一定要好。你看地线不好，它是带感应电的，这个电对地放不掉，它有时候也会电人，会麻手，所以得给它做地线。找一个接地体，在这正好有个水管，从地下上来的水管，铁的镀锌的，现在是废掉了。这个水管接地好不好？我一般是这样判断：两只表笔插插座，找出火线和地线，测量电压，然后一只表笔对铁管来测量铁管对火线的电压，应该是220伏，看，可以220伏，它应该和零火之间的电压是一样的。然后拔出红表笔，测量零线对铁管的电压。在1伏左右，哎呀，很好，这个1伏左右很好。这样这个铁管就可以做接地体，连上一个接地线就好。把这一块打磨出来，固定了一个螺丝钉。这一头接进了插座的接地线，然后把配电箱里的接地线、增箱的接地线接在一起。在这个地方再测量一下火线和地线、火线和零线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？看一下，火线和地线标准摆动的位置，电压220伏。再看一下火线和零线，也是这个位置，很好，这个接地很好。档位打小，测量一下零线和地线的电压，电压在1伏左右，1伏之内。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地线是好的，接地好，漏电保护才更好。再看一下它这个锅这个接地接的好不好，打开也是为了安全给它看一眼接着接地，但是接的不是太好，你看一下线头就碰在上边了，没有扭在一起，所以说这个很无语啊，这个得重新给它接一下。像这种接地好了以后，它的零线也是不带电的，接地不好零线也会带电。
这些外壳也会带电，也会电人，现在都好。电路正常了，但是这个灯还是闪。但是测量灯线的灵活电压很正常，很稳。电压正常，灯闪，那是灯坏了吗？拿出我的小法宝，一个安规电容，把这个电容并在灵活线上，看能不能好。开灯，不闪了，如果再闪就直接换灯吧。这样他们店里所有的电器都测一遍，看外壳带不带电。如果带电，那有可能就地线不好。桌面都不带电，原来都偶尔都电手。好了，这样我也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